你看着年花纹，不是精通中国篆刻的师傅肯定刻不出来的。所以说这东西看到起是个洋玩意，其实都是国人的工，不土不洋。不愧是千师张主，这要说张文，还就得找陆老板。这不是张，怎么说？张分明显见长，一个人可以有1000个章，不同用途、不同讲究，但是印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。家徽、门牌、信仰都有可能，但是玺帝王专用，一般老百姓不敢刻。所以你这东西，也就是让杨门派的印。那您跟这杨门派熟不熟啊？不太熟。玉佩和印都是家父的遗物，玉佩您留着，可否告诉我，这种印的来历到底是什么？来呀！哦，好嘛，你见过？早点讲嘛，皮球球。由你说。琉璃所里都是烟鬼、残疾、重病、走投无路的人。进了琉璃所，也就等于一条腿进了阎王殿。但说白了，无非是些苦命的主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来鬼市查东西，还真是只能找你帮忙啊。肖社长客气了，不是给你帮忙，古德毛怎么回事，我也得弄清楚。
您这是忙什么呢？随命者，命那主随者也。众虽因此再度相连，熄灭众生之火，难得的水命姑娘啊！我们就来打听个事儿。左手进右手出，给他钱。万事空花多，老来知因果，皆是报应。老和尚葛存、漕运商会的丁义秋、胡海江，还有秘书长萧燕，都是当年引古入今的始作俑者，打着传播文明的幌子。古登堡培植的在华代理人渗透各行各业。20年前，蘑菇刀病毒泛滥，疫病得不到控制，愈演愈烈。古登堡协会就像一场及时雨，带着医学和科学技术，顺理成章进入中华。洋医洋药的确控制了病毒的蔓延，但谁都没意识到。古登堡的野心是要通过医药技术控制中华民生。他们就像是让国家患病的病毒，控制权越大，国家越是积重难返。10年前，古登堡协会组织销声匿迹，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准备，应该是在谋划更大的布局。仨老头，一个吃着牢饭，一个假死避世，一个破庙苟活，愣是把一大外交官给办了，连飞鸽传书都用上了。师傅出事以后，还是有鸽子飞来不肯走。果然，让我在龙王庙的柴房里翻到了他们来往的信件。顾为良抵金，名为结婚，实为重组古在华人员。于禁妇人，亏我中华，当年引狼入室，现罪孽已成，业报在即。顾为良一定是古登堡非常重要的代理人之一。他们杀顾为良，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古登堡这次入侵的密谋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弥补当年的过失。顾为良是火牛，属九牛之一。难道九牛案是他们策划的？不会，他们原本就是九牛，牛秀。而且牛秀之后，九牛还在继续。看起来他们是被真正的凶手利用了，也成了九牛的一环。兰兰近来懂事良多，此前形势有变，你我三人恐有不测。但即使赔上性命，
相信你我选择，依然会与如今一致。我们都不想在儿女心中是个罪人。这么看来，九牛案的线索就剩下一只了。这是冷库赵主管锁在保险柜里的入款记录，账本上记录的入款时间正好是入货记录上黑户交易的时间。这冷库主管一定在偷偷的做什么买卖。时间我是对上了，这些洋码子我搞不懂。这些字母是船号，数字是时间。漕运商会的账簿也是这样记录的，我最近天天看这些。看这批货，它已经出港了，但没有入账记录，船应该还在码头。来，放这儿。胡志勇，胡志勇，嘛呀？来，走吧。不是你们干嘛呀？这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就往里抬，别冲着龙啊！这就是冷库主管还没来得及入库的那批货。我发现账本里那串字符啊，是个海运货号，我就让于四去码头查，还真在一艘越洋船的卸货区发现了这些东西。这么小一箱子，值那么多钱？里边装的是金子呀！啊，还有10几箱都在码头停着呢。我打开的时候也纳闷儿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你不是对水里的东西最了解吗？所以搬一箱给你看看。这不就是普通的干鲜吗？有什么特别的呀？你确定你找对了吗？货号都对上了呀。有暗仓。这是白子图养的那种红瓦黄吗？不知道，看挺像，应该是吧。哎，走。没有了吧？没有了。别动！撬了那女学生和顾影纹身颜料，都是用它提取的。有毒！哎，不能硬拔！我告诉你，它口吸回流在皮肤里，很容易感染的。那怎么办啊？用盐。厨房里有。厨房，别拔！滚流！范静，来得这么急，是找着证据来抓我了？郭德友被洪水炙咬了，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。这救人是医生的活儿，我一搞化学的多管闲事儿，是要被怀疑的。
洪水质中毒，全京城的医院都没有这样的病例，你让那些医生怎么办？好，你不去也可以，你把洪水质素给我，我让德意志专家去想办法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等专家想出办法来啊，小河神头七都过了，我不把这些化学试剂都准备好，我怎么配解毒剂啊？走吧。确实，这和我在女子学院见到的是同一品种。我后来查过，它分布在南美雨林，就这种生物，在国内根本见不到。一点都不严重，啊，他就算不用解毒剂，睡个4、5天自己就行了。来，这种生物叮咬啊，和那种毒素提纯的毒颜料啊，完全就是两个概念。我现在呢，给他简单处理一下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好了，啊，这就完事了。酸性溶液中和生物碱，最基础的化学知识。医生个个都束手无策，也就这么消毒，就没事了。啊，那还怎么样？把他伤口划开呀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不对呀，你血液里的毒素至少还要睡个4、5天。哎，来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你干嘛呀？咬我那红蚂蟥没乱跑吧？全清理了。啊，行了，你醒了就好。那我先告辞了。辛苦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这次来呢，说不定还有什么特殊企图。丁秘书长，你再好好查查吧。哎，绝对不许剧烈运动，安心静养。
你们这是怎么了？闹什么别扭了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有人借冷库主管之手，从南美往国内运红水赤。在之前的每个案子里，都出现过这种神经提纯的毒素，所以买红水赤的人，应该就是策划九牛案的人。漂洋过海费那么大劲儿运活蚂蟥，这憋什么屁呢？这个策划九牛案的人肯定会想办法去码头把剩余的红水赤都拿回来。这就好办了，蚂蚱引子钓鲤鱼，一钓一稳啊！稳。顾影今儿还要去见稳婆呢。哎呀！姑娘，是不是前几天托人打听福刚来着？福刚？什么福刚啊？我稳了一辈子孩子，见了不少来问身世的，无非两种念想：想知道是，想知道不是。但我看你两样都不是，有别的惦念。门我给你留着，福刚就放在桌子上了。真想看就进来翻一眼，要是想明白了，不看也成。那我就把门锁上，以后再来，我可不开。哎呦，他落下一句稳婆找着了就跑出去了，那拦都拦不住。这回再也不见人影，怕不是见到了啥不该让他知道的结果，迈不过去心里那道坎儿吧？哎呦，行了，你晃悠一晚上了，晕不晕呐？眼看都这么晚了，你就不会出去找找？找什么呀？我帮你们找。闺女，你回来了。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龙王庙啦？咦，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吃夜宵嘴亏。哎，我说丫头啊，就你那仨核桃俩枣，都填到他嘴里去了。那您这意思就是您不吃呗？不错。哎，老郭头那后边还有酒吗？有啊，但得存着。少来，能找着有鬼了。见着了。站上了。啊，那福刚也看了。看福刚的有两种人，第一种是想知道是，第二种是想知道不是。但我两种都不是，无论结果是不是，都与我无关。反正我该牵挂的只有仨：窝伯伯、娘，还有二哥你。
现在只剩下俩了，我得再对你们好一点。嗯。那到底是看没看？既然这个都不重要了，还有什么不敢看啊？当然看了。那到底是不是啊？醒醒吧，二哥！我哪有那么大的福气？怎么可能是人家大外交官的闺女儿呢？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还想攀高枝是不是？没有，这都弄明白也就踏实了。从今天起，糙饼糟糠认命吃吧。来来，吃。吃。吃。我就说嘛，这老人家都说了，这是不是富贵命？他挂相儿，你这一看，看起来真有点像，差点就把我给骗了。你瞧我这气质，我这身段，不像外交官的闺女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瞎操心。今儿个这大事儿啊，算是落了听了。我得喝你一坛子酒，你可不能小气啊！喝吧喝吧，都喝了，别剩下。放心吧，都好着呢，好着呢。好着就好，好着就好。哦，二哥，这个好吃，来，我喂你一口。哎，你吃就行。吃多点吗？二哥，鸭子好吗？属下查出，老和珅、萧燕和曹营的胡总管是自然的真凶，这自然是九牛案之一，所以就想着，这三老是九牛案的幕后黑手，也就是您心头的那根刺儿。您下的命令，属下不敢忘。找出九牛真凶，格杀勿论。所以，你就把这根刺拔了。自您上任以来，奇案不断，这九牛二虎一击，明摆着是要把天津搞乱。属下拔刺立功心切，谁曾想，拔出个牛秀来。你怎么知道这三个人就是自然案的真凶？又是怎么把牛秀整出来的？属下听信人言，酿成大祸，悔之晚矣。谁的眼？照你这么说，是那仨老头杀了顾维良。我有证据，只要郑队长愿意合作，除掉这三人也不是难事。解决了都督的心头大患，郑队长，这算是立了大功啊！为什么帮我？当年那三个人联手灭了我魔古道，我们花了20年才再次起事。现如今，又功亏一篑。我要让他们给魔古道陪葬。
凭什么信你？我魔古道主莲化清，其实还活着。只要郑队长同意合作，他的随身之物，你拿走，找个替死鬼，邀一个铲除魔古道余党的功。决定权在您手上。合作条件是什么？那个女人已经有全盘计划，只有3处需要配合。其一，安插一个电工进入监狱。新来的，他管电。其二，控制一个萧燕身边的人。队长，我真没有这个胆子呀。走。队长，你有事冲我来，您吩咐，您吩咐。替你们萧小姐好好过个生日。其三，龙王庙爆炸案中的镁粉、稀罕物，也都是你弄来的吧？是。如此说来，这个给你消息的人才是九牛的幕后黑手，你是被歹人所骗，而你本人绝对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都督明察秋毫。那这个骗你的人在哪儿？大意了，跟丢了。胡海江与丁某情同父子，倘若他顺藤摸瓜查到了你，恰好你又透露了，命令你除掉自然案真凶，也就是除掉了那3个老头的人是我，那我不就成了丁某的杀父仇人？已经处理了所有跟3具毒尸相关的人，保证不会留下任何线索。老胡主管已经被定性为幕后凶手，其他人已经死了，丁某能查的线索已经到头了。到现在才说，是因为都料理完了。敢说了？署长大罪，随您处置。都督气吞山河，大容大量。东西收拾干净点儿。明白。奏有旨，定把你的宫娥嫁。你若是执意的不嫁，是人花情可见。传将令，我定把儿的头来上。
你确定吗？来，你闻闻这个，再闻闻丁宝抬过来这水产香，是不是一个味儿？还真的有股药香味儿。药香木背在身上，苍蝇不叮，蚊子不咬。那你这不是桃木剑吗？药香木又不是木种，是种手艺，所有木材都可以做成药香木。经过车、沁、熏、烤，工艺复杂着呢。嚯！你们这神雕一门还有这手艺呢？这是我娘当年拿根桃木棒子软磨硬泡，让李大善人给做的。李大善人？就是那个办拜河大典的李大善人。李凤成。这年年捞王八，还真没细打听过这拜河大典是怎么传下来的。你娘跟这位善人还有渊源？李大善人以前在山西是个纨绔子弟，谁都不敢惹他。不知道是不是报应，他小儿子突然闹病夭折了，夫人想不开也投河了。这一下倒好，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开始一心念经求佛，施粥舍面，还拜在一个老和尚门下进山清修，学了一门做鼓的手艺。后来啊，他就开始游历四方，走到咱们天津的时候，发现咱们天津老百姓靠水吃饭，近河渭河，特别受触动，就决定留下来了，就起了每年办拜河大典的念头。码头上那些大大小小的鼓都是他给做的，敲起来那动静可是震彻山河啊！你们是不是在河里都能听见？原来这李大善人不是木匠，是一鼓匠。做鼓可不比一般手艺。打木鼓、刷红漆、蒙皮面、砸铜钉，一套活下来，木匠、皮匠、漆匠、铜匠，还有演奏乐队，全都能会。那跟这药香木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些个大鼓一年才用一次，存放起来难免虫蛀鼠咬。这李大善人就在木材工艺上下了大功夫，在他眼里，天下木材不分贵贱，只要能做成药香木，就都是好木材。得了吧，你可别蒙我，我知道李大善人早就葬在海河里了。这药香木哪儿来的？祖传的水产香啊！那人家就不能有个徒弟呀？那李凤成的徒弟成了他的8般手艺，遍布各行各业呢。有木匠吗？当然有了，最忠孝、最刻苦的黄承忠黄木匠就继承了他的手艺。但据说他现在是做棺材的，药香木就变成了药香棺。打棺材了？那贴边了。打个水产香也不费事儿。你打听那么多干嘛？现在只要能知道是谁做的这箱子，就能找到九牛案的凶手。那现在到底几牛了呀？崔疯子、顾维良、牛秀、铁牛，1号冷库主管。那女子学院的呢？白似虎、陈似如，还有跳楼的姑娘，她们都跟牛没有关系啊，这怎么算啊？哎呀，牛铁打，牛铁打，咱天津啊，那儿有个荒岛，那形状很像个大牛蹄子，外国人看上了，他们嫌这名字土，就把名字改了。还在上面盖了个学校。那什么学校呢？你在那儿上过？启智。牛蹄岛。女子学院里的人只能算1牛，加上其余那就是6牛。本来以为9牛的线索全断了，没想到让你给抄着一条。
还有三牛要死。咱啊，就别费那9牛2虎的劲了，不要轻信谣言。什么9牛2虎1鸡，都是迷信。大家呀，不必恐慌，踏踏实实的把你们的钱存到银行。快走快走！哎，这不吴有义吴老板吗？就是倒腾皮货的那个。哎，还真是，这当年靠一口黄牛皮白手起家的。什么白手起家？人家表弟可是警局队长，官商勾结。哎，可是谁想得到，这石溪寺的住持居然死在了庙里。看来，这海妖是镇不住了。再说一遍。哦，队长，是这样，这石溪呢，它就是石牛，石牛镇水，海妖发怒，当然要拜石溪。可这石溪寺的住持呢，居然死在了庙里。看来这海妖，他是镇不住了。又死了一牛，死者是银牛号的舰长，被吊死在银牛号的舰艇上。金银铜铁，现在都凑齐了。哎，大家把队排好啊，有点秩序，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啊，取钱、取金子都取出来。明白，这都是一大早来的，咱们有点秩序，马上给您办，好吧？好，咱们把队先排好啊，稍安勿躁。诸位，金库种地破例开放，而且今天白市长亲临开库，也是希望诸位如实报道，让最近银行空库的谣言不攻自破，啊，白市长。没错，请市民们放心，京城各大银行存去无碍。开吧。好。诸位，一定是搞错了，大家不要拍照啊！不要拍照，不许拍照！拉住他！不要拍，不要拍！如何？袅袅入耳，堪比仙音呐！两只将军虫，都是别人送的，都说是虫王。我信谁？叫的好听就是好虫嘛。战无不胜，才是虫中之王。实在是不懂虫，难辨。各执一词，怎么办？简单，找个罐子闷在里边，活下来的就是好虫。生死相杀，那我不得少一只虫王？两只都在，就都不是虫王。活他一只，您就有虫王了，不是？有理。兜着。兜着，兜着。斗着。死者等凶杀我战士，少见龙争虎斗一
相伴。好，好。除了斗虫子，今儿个是有什么事来着？我也不藏着掖着。九牛案闹得天津是鸡犬不宁，银行挤兑，库里边没有存金。白市长找我借金子，我二话不说，雪中送炭，两肋插刀。他头天跟我借，我第二天就叫人给他送过去了。说好的做做样子，10日就还。您猜怎么着？没了。眼看就要发饷，手里边没东西，喂不饱我这10万小香杆子，心慌喽。武司令，平日里你我都是兄弟相称，怎么要起钱来，我就成了白市长了？当着都督，我也不拘着。就借10日，我许了1分的利呀，比黑市还高啊！如果没有这1分的利，您还能雪中送炭、两肋插刀吗？你借了他金子，许他10日还。是。金子丢了，他还不上。你没钱发饷，可不。银行空库，军队欠饷，天津呐，这是要乱呐。天津乱，我心里就乱。丁秘书长，哎，可知刘备借赵云，徐州募兵？都督赐教。曹操攻打徐州，10万火急，危难之时，刘备向公孙瓒借赵云募兵。此时的天津就是彼时的徐州啊！都督的意思是，丁老弟，你是赵云呐，找金子这活儿，丁秘书长合适啊。我们俩可是过命的交情，他查我信呢。哎，不敢，不敢，都督理不能急啊。丁老弟联合农商两部抗汉有方，真是心思缜密，面面俱到啊！顾维良那个案子，要不是丁老弟断案如神，我送的那个火牛图怎么说得清楚啊？年轻有为，战功立立，都督手下能人众多，轮不到我啊。可知关张马黄？都督您说的可是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黄忠？届时刘备已有关羽、张飞2员猛将，为何偏偏选中赵云？赵云不在风口浪尖儿，可置身事外嘛。公正断案，我们放心。哎，还请丁公莫要推辞。好，记得都督厚爱，丁某不再推辞。一马儿他日，唐诗家万里乾坤流转来。好。都死了。谁？当然是黄承忠黄木匠了。那李凤成李大善人也就这么一个徒弟，谈得上出息。所以那药香木的独门手艺啊，就传给他了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人家拿那药香木打棺材，药香棺啊！你说绝不绝？这棺材啊，升官发财，买卖多吉利，对吧？这有手艺有彩头。可这买卖啊，就是做不起来，这日子
还越过越窝囊，为啥？为啥？对啊，为啥？为啥？为啥？干了损阴德的狗的，他那个寿材铺不干净，进不得。对。这怎么个不干净啊？这黄木匠养尸，好像是有这种说法。干棺材铺买卖的人，他们为了揽生意，养尸招阴气。还不止一个人见过呢。大半夜的拉着下过土的棺材进铺子，都不是空棺材，而且这黄木匠白天不干活，专挑半夜里打棺材。对，眼看着就要过中午了，阳气渐衰呀。二哥，要不明儿正阳时辰再来？来都来了，不进去不就白来一趟吗？走，我就不去了，二哥，我就不去了。查完清得吃螃蟹。要不是我提供线索，九年也查不到这儿来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走吧。仙姑索性就受累，帮你把案子破了。25一时错不了，药香木的味道，这味儿太熟了。这泡木头的水还温着呢。这是蜂蜡，夏天在家里设灵堂，棺材缝都要拿这个封实，怕味儿太冲了散出来。蜡也封了，钉儿也钉了。按理说这都是下葬时候该走的程序啊。这棺材铺里的新棺材，何必要走这道工序？不会真的有人要养尸吧？不会吧？金条从入库到开箱，有没有人再进来过？没有，封条也是完好无损。我给您介绍一下吧。防盗等级、墙体厚度、锁芯型号，全都符合银行防盗的顶级标准。安保是24小时轮班值守，每1小时报1次岗，不可能有纰漏。不错，这里边可够凉的。墙体很厚，通风设备也是一流的，低温有助于贵金属和纸钞的长久保存。所以说库里要比外面的温度低一点。什么时候发现金条失窃的？金条运来的第2天下午。谁负责的？是我，金库我最了解，所以说今天也是我来协助您调查。好，把那天的情况仔细跟我说一下。好，那天早晨5点半，我准时到了之前约好的集合地点，上了军车，跟军方的存金人员接上了头。
然后我们一起把黄金押到了京城银行。啊，中途没有停过车，也没有见过任何可疑的人。军车到达银行后门的时候，是早上6点整。为什么是后门啊？哦，白市长和武司令专门交代过，程序正常走，但是不要让人知道，所以是后门入库。然后呢？到了金库之后，一切按照程序办事，开业、贴封条。6点1刻，金条入库。第二天下午6点开库查验，金条没了。这箱子坏了。运钞箱都是密封设计啊，不应该啊。可不嘛，这还漏着缝呢。金条不是在金库被偷的。啥？入库之前就被人用干冰给调包了。干冰？固体干冰气化，箱子里面密闭空间，气压上升，把箱子顶开一个小缝。气化干冰通过小缝挥发，再借助良好的通风系统，消失于无形。不是，这个冰化了不是水吗？干冰不是冰，是固态二氧化碳。冷库常用的冷却剂。冷库？又是冷库。主管，来了一队当兵的，要提金条。当兵的啊。林主管，就是这位军员。谁是管事的？提金子。这位军爷，我管事儿。您这是干嘛呀？明天是发饷日，军饷全都存在你们库里，不给金子，外面的兵我可压不住啊。这银行的情况，武司令是知道的。我们也是刚刚发现金条被人调包，这正在配合追查呢，没含糊。调包？这批金子是我押着运进来的啊！你意思是我有问题了？还反有一口是吧？您督着，去把接金的人叫来，讲清楚。我就是啊。你？您不信，让那天送军的军爷过来认一下，他应该记得。你们两个没见过？没见过。啊，军爷，这位是丁秘书长啊，都督专门指派来调查这次失窃案的。你们武司令应该了解情况。这下是丁秘书长。军令难违，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提取军饷，并没有为难您查案的意思。那天是你送的金吗？没错。那你见过他吗？没有。你们是什么时间在哪儿接的头？早上5点半，开顿教堂。接近时间对，地点对，最后送到的也是同一家银行，但俩人没见过。丁秘书长，我瞎说啊，这肯定有一个人说瞎话了。哼，会不会送的不是这家银行？
就是这儿，没错。君爷，你有存单吗？看一下存单就知道了。这确实是我开的，这不可能啊！我确实没有见过这位君爷啊。既然开出了存单，那就说明收到了金子。武司令那边不想把事情闹大，相信白市长也是一样。劳烦丁秘书长好好查查银行这帮人，但如果拖太久，枪杆子乱了，不管是谁也担不起。收，君爷，君爷，哎呀，别忙啊！有种你回来呀！您说，那孙子是亲自把金子运到的银行，这孙子又是亲自开的存单，但这俩孙子怎么就没有见过对方呢？那他们见的是谁呀？见的是贼。来，1、2、3，多使点劲儿啊！哎呀，愁，真愁啊！这个姓郑的突然间就不知道被调到哪儿去了。现在呀，就我一人督着全天津人命关天的大小案子，哼，嘛事儿都得我做主，嘛话都得我说了算，真愁啊！真是天愁不降甘露雨，地愁五谷不丰收啊！愁啊！听起来是好事儿啊！皇帝几声狗继位，这嘛话啊？刚伺候完丁秘书长找金子，又来帮你小破神查案子，我还不老好？队长，这淹死的河蚌咋这么难撬呢？这个就是正宗的9981阎王封官钉，要的就是到了地下阎王都打不开。我还不慎了吗？我说，能不能要点紧呐？丁秘书长那边的黄金大劫难，就等着我去出谋划策呢。再打不开，我扣你们月俸。来，1、2、3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凑得太突然了，一点防备都没有。药香罐木质好，不透气儿，缝隙又被蜂蜡封着，再加上这满屋子的药味，当然闻不出来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走，快点，快进去，走，走，快点！队长，这谁呀？这人说他认得店主。这里街坊能没见过吗？这黄木匠，性子毒，这跟谁都没怎么讲过话。去爷爷看棺材里躺谁？官爷，都这味儿了，这还能认出来吗？呀！没错，就是黄木匠。烂成这样，看一眼就知道是谁。心虚是不是？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，您这话怎么说的呀？官爷，这黄木匠长2个门牙，好像是做活的时候给崩的，这街坊们都知道呀。干嘛？瞅瞅去。哦。对，是少2颗门牙。走，快点！哎，我说，这要是没有银行金子丢失的案子，这也算是大案了。可现在呢，顶多也就算个民间仇杀，啊，
这心思啊，还是要放在黄金大劫案上啊。军金两道啊，都在给压力啊。黄木匠是给冷库主管打暗箱子的人，冷库主管是杀掉牛秀案3个凶手的凶手。这冷库主管一死，黄木匠跟着就死了，不可疑吗？哦，你是说这案子跟九牛有关？大案吗？大，绝对大案呐！可惜呀，您上房修瓦顶忙，愁啊，螃蟹愁得横着走，虾愁空腔乱扎没准头。不是愁啊，还要过呀？你说我这有嘛好抽的呀？你都这德行了，螃蟹还能吃吗？丁大秘书长那头还等着我陪他去找金子呢。你许我的事可不许拦啊！你这见天给人操是白事儿，按说这横死的、枉死的也见得不少，至于吗？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惨的，自己给自己打样的，走谁也想再叫，不要他入关，这叫自封官。自封官。都督特派查案专员，你这是平步青云、扶摇直上的意思啊？都是烫手山芋，全落在我身上。那哪叫山芋，那是金条。哥呀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查案是不是真的有金子拿？那我也可以查啊。好啊，你去吧，我正想接着查九牛呢。姑爷，您烧把葱。烧什么葱？你算哪根葱？你查的怎么样？哦，那个做装水制货箱的人找着了，是个棺材匠。审出什么来了？审什么呀？找的时候都烂得不成人样了。哎，而且他是自己把自己封在棺材里的。怎么感觉这些案子都是独立的，又像是连在一起？嗨，七拐八绕的，绕明白了，总能找到出路。叫你来就是帮我找出路的。黄金要是找不着，就没工夫查九牛。丁秘书长，九牛都已经死够数了，现在得开始琢磨二虎是什么门道。郭先生，哎，这么多人，都挤一个院里啊？这算什么呀？跟上边都没法比。上边啊，天津城那是以下为尊，南边都是租界，越往北越窝囊。要是丁大秘书长真想了解民间疾苦的话，得去紧北边的窝棚区。我以为啊，这龙王庙已经够糟糕的了。嘿，也不知道谁当初死乞白咧的非要搬过来拜师，赶都赶不走。你确定一个银行主管住在这儿啊？于是跟他回了家。没错，就这儿。粪球刷金漆，面上金贵。丁秘书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想问你点问题。好，里边请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家里没茶叶了。
我去接点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忙活了。我们就这样就可以。行。真是对不起啊，照顾不周。不是我们冒昧了，应该提前跟你打声招呼的。林主管干的可是银行的差事，这日子怎么过的还不如我一捞尸队？惭愧了，我家里啊也不富裕，上有高堂，弟弟妹妹们还要供着读书，节俭一点也挺好。这屋子也朝南，挺敞亮的。是啊，我这一个人，简单点，正好。我们今天来呢，是想跟你打听一下接金那天的所有细节。啊，行。我们说的所有细节呢，包括你的私生活。私人生活？嗯。行。先从你的生活习惯开始吧。其实我生活也没什么不一样的，接金那天也没什么特别的，都是4点半起床，然后洗漱。4点40分，奶童会给我送奶。收拾停当之后，5点钟出门。只不过那天没有直接去青城银行，而是到了开顿教堂。也就是跟俊爷约好的接金地点，啊，到那儿正好是5点半。会不会时间上有什么出入？绝对不会有出入。这个送奶的小孩每天都特别准时，4点40分一定会把奶送到。而且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我每次路过钟楼的时候，我都会对一下表，最早和最晚的误差，从来没有超过5分钟。吃了吗？啊，你这锅里煮什么呢？哦，莲子羹。干莲子、咸莲子？干的。干莲子可不好炖，炖多久了？这我没注意，平时都是看它开花了吧，也就算好了。对，莲子得开花，不然心里苦，味儿不好。对对对。行了，走吧。走了，人家吃饭了，你还在这儿蹭吗？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说说吧，怀疑他什么呀？没头没尾的扯什么莲子羹，肯定是觉得哪儿不对吧？可以呀，师弟你有长进。我呢，就是觉得奇怪，哪有人记时间记那么清楚的，分秒不差，好像甭管他干什么都掐着表似的。你是说他过度的强调时间了？按理说这么严谨的人，家里炖莲子羹炖多久不知道。哼。那要不带回去审审？干嘛呀？我问你，给2楼送奶每天准时吗？你谁啊你？问你呢，每天送牛奶准时吗？有没有偷过懒？干嘛啊你？你放开我！哎，你怎么知道他是送牛奶？你看这个呀，一看就是慌慌张张偷嘴时候漏下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没有喝。你还不肯说是吧？不肯说是吧？啊，你不肯说是吧？啊，哎。小朋友，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可以不回答，但是我们呢，会把你做的事情去告诉你家里人。说说吧，每天几点送奶？我哪知道几点啊？反正每天包子铺一剁馅我就起床，奶车就在街口，拎完货第一个给2楼那个人送过去，每天都一样。涮肉是只有永源得一家吗？嘎巴菜就必须是大户来的吗？烤鸭不去蒸阳春还不吃了？所以嘛，一提天津卫包子，那就必须是狗不理嘛。
老板，我想问你为什么？别看咱这店小啊，南北属10条街，绝对算一号啊。我想说的是那天早上，酱肉包子啊，3鲜包子，豆芽菜酥包，哎，这院里哪一个人没吃过？那天早上，为什么提前半个小时剁馅儿？啊，因为一女的。酱肉包、3鲜包、豆芽菜素包一样来一屉，钱不用找了。姐姐，您受累。接着说。啊，咱这酱肉包、3鲜包，我问那女的怎么了？哦，那女的，那天啊，夜里3点半不到4点的样子，正睡觉呢，哐哐走门，一开门啊，张嘴就要100个包子。我还想着能多睡一会儿吧，你看见了，咱家这财迷老娘们儿，非让我起来干活，我就比平常啊早起了半个小时，给人剁肉。就这么一回？哎，就那一次。那女的有什么特征？那女的，我肯定是，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女人，对吧？没看清。哎，不是没看清，压根儿就没看。咱这正经人嘛，看人家干嘛呀？既然什么都没看，还有什么好聊的？赶紧干活。知道啊，趁热。都这么晚了，还要给顾影带吃的？一会儿想让他陪我跑趟棺材铺，所以必须得先把他喂饱。您这黄金劫案都要师哥搭把手，我那自封棺材的案子不得让人帮帮忙啊？爷，怎么着？穿一旗袍。旗袍？就买那100个包子那女的，穿一旗袍嘛。哎，这儿开一天窗，就中间还长一红痣。你看的可真够仔细的啊！哎，嘛就仔细了，太扎眼了嘛。咱是正经人嘛，是吧？老板，你这手艺真不错，比狗不理强啊！爷，您甭了，常来啊！不合适，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那女的不是啥正经人，那身上香着呢，香。爷慢走啊，你也常来啊。下到地府阎王所，你敢上天庭偷蟠桃？早上没看够，晚上来叙叙旧。偷偷摸摸，人是你杀的吧？不敢，我哪敢杀人啊！这儿太黑，警局亮堂，去那儿聊吧。
别，大哥大姐，我就想着这黄木匠人没了，这店也空了，就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顺走的东西。这是棺材铺，也不是金库，有什么可惦记的？实话跟您说吧，这黄木匠干的买卖吧，他损阴德，这回他出事儿，就是报应。说清楚点儿。这买药相关的人，家里头肯定都趁几个子儿。谁家要是买了他的棺材，什么时候下葬，坟在哪儿，他都门儿清。然后再和倒斗的通好气，晚上去把棺材挖回来，棺底儿起了，把里边的陪葬品都给顺走。这么说你就寻思着，这陪葬品里还剩1、2件东西，过来看看。也就这么点出息呀，二位，高抬贵手，我真没杀人。刚才我凶吗？比我娘还凶。